嗨，大家好，我是小易。经常折腾 AI 工具的小伙伴应该都已经发现了，现在很多好用的开源神器，尤其像 N8N、OpenWebUI、Defi 這些複雜點的工具，官方推薦的安装方式幾乎都是 Docker。但一提到 Docker， 很多小伙伴的第一反應就是这是程序員用的，太难了，我学不会。其實在我看來 ，Docker 本質上就幹一件事，幫你把複雜的安裝過程打包成一個可以直接跑的盒子。你完全可以把 Docker 想象成你的 Switch 模擬器主機，而 N8N 這種 AI 工具就像是遊戲卡帶。你下載模擬器不是為了研究模擬器是怎麼寫的，而是為了玩遊戲。因此，你只要學會插卡帶、開機、關機就可以了。今天這期視頻，我會從零開始，手把手教你用最簡單的圖形化方式安裝 Docker， 幾分鐘上手，然後直接跑通目前最火的 N8N 自動化工具，零基礎也能輕鬆上手。那我們開始嘍。Docker 本質上是跑在一個虛擬機裡的，在安裝之前，我們需要先檢查一下電腦是否開啟虛擬化。大家在鍵盤上按 Ctrl 加 Shift 加 ESC 打開任務管理器，點擊性能 CPU， 看看電腦虛擬化是否已啟用。大多數電腦都是默認開啟的。如果是已禁用，你需要在重啟電腦時進入 BIOS 把它打開。每個電腦進 BIOS 的方法不一樣，大家可以直接去搜你的電腦品牌或主板型號加開啟虛擬化，教程非常多，這裡就不展開演示了。確認開啟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安裝了。這是 Docker 的官網，把鼠標放到下載按鈕上，會彈出一個菜單。Windows 用戶看這兩個，一個是 AMD64， 一個是 ARM64。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 Windows 系統是什麼架構的，可以按住快捷鍵 Win 加 X 系統類型，這裡顯示基於 X64 的處理器，就選 AMD64。顯示基於 ARM 的處理器，就選 ARM64。大多數電腦都是基於 X64 的，直接點上面這個就好。這個文件只有幾百兆，很快就能下好。下載成功後，直接雙擊進行安裝。運行安裝包後，會彈出這個配置界面。第一項的意思是使用 WSL2 技術來代替老舊的 Hyper-V。這個必須勾選上，它能讓 Docker 跑得更快。家庭版默認用的就是 WSL2， 所以不會有這個選項。這個勾選後 ，Docker 就會切換到 Windows 模式。我們跑的軟件一般都是基於 Linux 環境開發的，這裡不要動它，保持未選中狀態就好。這個很簡單，就是在桌面添加一個圖標，為了方便咱們以後開機就能找到它，建議勾選。確認無誤後，點擊底部的 OK。這時候安裝程序就開始解壓文件了，大家耐心等待進度條跑完即可。安裝完成後，它會提示你重啟電腦，點擊重新啟動。重啟後啟動 Docker， 第一次打開，它會讓你接受協議，然後問你要不要登錄。如果你是開發者，需要把寫好的代碼上傳到雲端分享給別人，才需要賬號。對於只是在本地部署 N8N、Ollama 這些開源工具的普通用戶來說，直接點擊跳過即可，不登錄完全不影響使用。進入 Docker 界面後，如果彈出這個提示，說明 WSL 版本過舊，需要升級到最新版本。沒關係，我們直接按快捷鍵 Win 加 X， 選擇終端管理員。有的電腦顯示 Windows PowerShell 管理員。打開後，把這個命令複製過來，在這裡進行粘貼，然後回車。這就開始升級啦。升級好後，輸入 WSL-V， 可以看到已經是最新版本了。但是如果你發現它一直卡在0%，或者直接報錯連不上服務器，我這裡還有一招最穩妥的方法，去 GitHub 上把微軟官方的 WSL 安裝包直接下載到本地進行手动安裝，效果也是一模一樣的。這個是 WSL 在 GitHub 上的官網，找到了 Releases。這個代表最新版本，點擊，這裡列出了好幾個文件，我們只需要看後綴是.msi 的這兩個文件，和下載 Docker 是一樣，大多數電腦選 X64 就行。
基於 ARM 的處理器，只選擇上面這個 ARM64。打不開 GitHub 也沒關係，我已經把安裝包放到網盤裡了，大家在網盤下載也是一樣的。這個是下載後的文件，直接雙擊運行，很快就安裝完了。不管你是用命令更新的，還是手動安裝的，搞定之後，回到 Docker 這個報錯界面，點擊這個藍色的重啟按鈕，你就能正常使用 Docker 啦。進入軟件後，大家會發現界面全是英文的，沒關係。接下來我們把它進行漢化，先退出 Docker， 關閉頁面。注意，關閉後服務還是在後台運行的。我們還需要在系統右下角的任務欄裡找到這個小金魚圖標，點擊鼠標右鍵，選擇退出 Docker。接下來我們需要下載一個漢化補丁，這個是漢化包在 GitHub 上的下載地址，往下拉。這個是最新版本，點擊，這裡列了10幾個文件，帶 Debian 的是 Linux 系統用的， Mac 是蘋果系統的。最下面這些帶 Docker Desktop 的是 Docker 的完整安裝包，我們剛剛已經安裝好了，這裡就不需要了。我們要找的是以 app-Windows 開頭的這幾個文件，帶 ARM 字樣的是給平板用的，大多數電腦直接下這個就好。VR Beta 代表測試版。為了穩定，我們選擇下面這個標準版。這個是剛剛下載的文件，這個名字 Docker 是不認識的，我們需要手動給它改名。右鍵點擊 Docker 圖標，屬性，點擊打開文件所在的位置，然後再點擊前端，資源，這個 app.asar 就是它的語言文件。我們把這個文件名複製下來。把下載的漢化包的名字修改成這個。為了防止更新後漢化出現問題，這裡建議不要直接把這個文件刪掉，給它改一個名字就好。如果以後漢化出現問題，我們還可以隨時改回來。OK， 最後把剛剛下載的文件拷貝進來，重啟一下 Docker， 看界面變成中文啦。我們最常用的就是容器、鏡像和卷這3個功能，很多人会被這些詞嚇到。其實很簡單，鏡像你可以理解為平時安裝軟件時下載的那個 EXE 安裝包，容器就是我們點擊安裝包後運行起來的軟件。卷這個非常關鍵，它主要用來保存像 N8N 這種工具的工作流或者數據庫，把數据保存到卷裡，就算你刪了這個軟件，數据也不會丟，下次安裝後還能接着用。如果不加卷，容器刪除後，你在使用這個軟件產生的所有數據都會消失。安裝 Docker 後，這些數據默認都會保存在 C 盤。如果你不想占用 C 盤空間，可以通過 Docker Desktop 把整個 Docker 數據磁盤遷移到 D 盤。首先，去空間大的其他盤符中新建一個存放數據的文件夾，比如叫 Docker Data。建好後，回到 Docker， 點擊右上角的設置。資源，找到磁盤鏡像位置，點擊瀏覽，選中我們剛才新建的這個 D 盤文件夾，然後點擊應用並重啟，選擇移動。以後不管你下多少軟件，都會統一存放到 D 盤啦。因為 Docker 的官方服務器在國外，國內直接下載會非常慢，甚至無法下載。我們需要手動添加國內的鏡像源。點擊 Docker 引擎，這裡是一堆代碼，別怕，我們在這裡填入鏡像地址就可以了。在這裡輸入一個英文逗號，換行，然後複製我簡介裡提供的這段代碼，粘貼到這裡。強迫症的可以把這些格式對齊一下，其實不管它也不會出錯，就是顯得亂。如果未來這些地址都失效了，可以到 GitHub 上去找找看有沒有新的鏡像地址。我會把常用的一些查找鏡像源的鏈接和這些地址一起放到視頻下方的簡介區。把地址粘貼進來後，點擊右下角的應用並重啟，搞定。
現在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安裝各種神奇軟件啦。接下來，我們就拿目前最火的 N8N 來給大家做個演示。學會這個，其他用 Docker 的軟件操作方式基本都是一模一樣的。我們先看頂部這個搜索框，直接輸入 N8N， 然後回車。它會從 Docker Hub 上搜索所有跟 N8N 相關的鏡像。Docker Hub 是一個開放平台，很多鏡像都是第三方個人打包的，我們不用一個個看。這裡列出來的鏡像，左邊是發布者的名字，中間是下載量和新標數，我們就找這種下載量和新標数最多的下載就好。選好後，在這裡可以選擇下載的版本，旁邊有2個按鈕 ，Pull 把鏡像拉取到本地 ，Run 則是把鏡像下載到本地後直接運行。我們可以先點 Pull， 再點 Run 運行，也可以不點 Pull 直接啟動。如果本地沒有，它會先自動去拉取鏡像，然後再運行。我們先點下載，下載成功後，來到鏡像列表，這裡就會列出所有下載的工具。我們直接在這裡點擊 Run 啟動也是一樣的。啟動時，它會讓你先進行一些基礎設置，比如給容器起一個名字，比如 N8N-1， 不起也沒關係，它會默認軟件名稱。端口映射這裡隨便輸入一個4位數的數字就行，我一般喜歡用8081、8082、8888這種，意思就是把容器裡的端口映射到你電腦的8081端口。設置後，我們一會兒在瀏覽器輸入 localhost 加這個端口號，就能打開 N8N 了。在這裡添加一個卷，保存項目產生的數據。數據存儲實際有2種方式，一種是目錄掛載，就是在這裡指定一個本地目錄，然後把數據保存到指定的目錄中，你可以在本地查看和操作。這種方式創建的數據不會出現在卷列表裡，因為它歸你自己管。另一種則是卷，你可以在這裡填一個名字或者留空，Docker就會自動創建一個卷，它會顯示在列表裡。它們的功能基本一樣，都是讓數据永久保存。但卷有一個小優勢，就是創建時會默認把容器目錄裡原本的文件同步到卷中，而目錄掛載恰恰相反，它會把本地的文件覆蓋掉容器目錄裡的文件。這樣有一個小問題，就是容器目錄裡原本的數據會被清掉。不過像大多數工具都是在運行時才生成數據，所以一般也不用擔心原有文件被覆蓋導致報錯的問題。還有一點，在 Windows 上，卷的数据存放在 Docker 的內部文件夾裡。當你卸載 Docker 時，備份这些數據需要用到專門的工具或者 Docker 命令，會稍微麻煩一點。相比之下，目錄掛載的數據直接在你指定的本地文件夾裡，就算你換了台電腦，直接拷貝文件夾就能接着用。這2種保存方式都可以，隨你喜歡。這裡我先用目錄掛載的方式來演示一遍，給大家看看效果。我先在之前第一盤創建的數據牽引文件夾下再新建一個文件夾。為了好區分，我把文件夾命名成項目名稱加數據。點擊主機路徑，也就是這3個點，把它指向我剛剛創建的文件夾。後面這個是容器路徑，是軟件內部存數據的文件夾，這個路徑是開發者寫死的。我們可以在下載的這個鏡像詳情頁裡找卷、數據或者存儲關鍵詞，或者去網上搜鏡像名加 Docker 卷就能找到。比如這個 N8N 下劃線 data， 這個地址就是存放 N8N 數據的目錄，把它複製下來，然後回到鏡像，把它粘貼到這裡。前面的內容清楚了，重新填一下。如果一個工具需要多個卷，可以點後面的加號繼續添加。最後是環境變量，保持默認就行。設置好後，點擊運行，允許訪問，這個程序就跑起來啦。在瀏覽器輸入這個鏈接 localhost 加端口號，回車，這個項目就成功在本地運行起來啦。回到容器列表，這個是剛剛運行起來的軟件，
這個綠色的代表正在運行中，點擊後面這個藍色方塊停止運行。在網頁刷新一下，這個地址就被停掉了，無法運行。我們來看看數據，卷裡面是空的，文件成功保存到了本地。刚刚的操作只是为了讓大家理解什麼是端口，什麼是卷。這個搜索庫是在國外的，沒有鏈接到國內鏡像元裡，你可能會搜不到。一般也不建議從這裡搜索，太麻煩，而且容易配置錯誤。大多時候我們會進入到這個軟件的官網，官方會直接提供 Docker 的拉取命令，也就是這種以 Docker 開頭的命令。如果你懶得去官方找，也可以直接問 AI 這個工具的 Docker 下載地址是多少就行。這種問題 AI 給出的答案還是很準確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創建一個卷，它的名字叫這個，我們把它複製下來，然後按住快捷鍵 Win+X， 點擊終端，把剛剛複製的命令粘貼到這裡。可以給卷改個名字，也可以不改。回車，回到 Docker 界面，這裡就成功添加了一個新的卷。繼續複製下面這條命令，還是回到終端，粘貼。這個是容器名，我之前建了一個 N8N 的容器了，為了好區分，我們重新命名一下。這個是我之前填的那個8081、8082端口，左邊是本機的，右邊是容器內的端口。因為之前我用了8081了，這裡就不能再用了，否則兩個程序一起啟動，端口會衝突。那我就把這個改成8082。這個是數據存儲，後面這個文件保存路徑就是之前咱們用可視化界面操作時在官網找的那個地址。我在上面把卷名字改了，那下面這個也要跟着改。正常情況下，這些都可以不改，複製下來直接運行就好。但這個 RM 一定要留意，它的意思是，如果你關閉容器後 ，Docker 會自動把這個容器刪掉。命令確定無誤後，直接回車。如果下載鏡像時報這個錯誤，說明你走的是 N8N 官方鏡像倉庫，在國內訪問不穩定，我們要到國內鏡像元中去下載，那就把前面這串地址刪掉。回車，這時候你會看到 Docker 正在飛快地下載 N8N 的鏡像。當它出現這個地址，說明已經安裝成功了。回到 Docker 界面，點擊鏡像，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把這個鏡像拉取到本地了，這裡會自動使用這個鏡像，而不會自己再去創建一個同樣的鏡像。如果我事先沒有拉取過這個項目的鏡像，它就會在這裡自動創建一個。點擊容器，這個 N8N2 是我們剛剛創建的容器，已經變成綠色運行狀態了。我們在瀏覽器中打開，剛剛我用的是8082，那就輸入 localhost 8082，運行成功。剛剛我們有提到，如果創建時使用了這個 RM， 停止運行時，容器也會自動刪除。如果你經常使用，創建容器時一定要把這個去掉，重新創建一下。OK， 創建成功，運行也沒有問題。點擊停止，你看它只是停止運行了，並沒有刪掉這個容器。點擊，又可以重新啟動起來。看到這裡，你已經完成了90%普通用戶對 Docker 的全部需求。熟悉之後，你就可以試試用命令行管理。比如你不記得命令，輸入 Docker help， 這裡會列出所有常用命令。這個 PS 是查看所有正在運行的容器的，直接輸入 Docker PS。這裡是我們剛剛運行的 N8N2，N8N1 沒有運行，這裡就沒有列出來。如果我要把這個容器也停止，除了點這裡，我們還可以用這個 stop 命令。所有命令前都記得要加 Docker stop， 要停止哪個容器就填哪個容器名。我要停止這個 N8N2， 那就輸入 N8N2，
回车，我們來看看，容器就停止運行啦。我們再用命令的方式把它啟動起來。啟動就是這個 start 命令，和停止一樣，先輸入 docker start 加容器名。OK， 容器就啟動成功啦。理解後，是不是看起來好像也沒有那麼複雜？如果這個軟件不想用了，點擊垃圾桶圖標，這就相當於卸載。如果你想要刪除鏡像，必須先刪除這個鏡像下關聯的容器。比如我想刪除這個鏡像，那就先找 image 為這個名字的容器，把它全部刪掉，然後才能回來刪除這個鏡像。如果你想徹底把 Docker 卸載乾淨，第一步進入容器，停止所有容器，點擊垃圾桶刪除。第二步進入鏡像，把你下載過的鏡像全部刪除。第三步進入卷，刪除所有卷。第四步退出 Docker， 右鍵點擊右下角的小金魚退出。最後再像卸載普通軟件一樣 Win+X， 點擊安裝的應用，在控制面板把 Docker 卸載掉。這時我們再找到這幾個位置，看看有沒有殘留的文件，有的話可以手動刪除這些文件。好啦，恭喜你已經學會了 Docker， 以後你再看到 GitHub 上那些好玩的開源項目，就能輕鬆擁有啦。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我是小易，我們下期再見，拜拜。